让大家久等了。今天我们来到他和他的他剪辑手法分析系列的第5期。上期我们说要讲这段比较精彩和诡异的闪回画面来着。喂，林晨曦，你的尾辫，过来，过来。喂，凌晨，我是江宇。喂，你有听到吗，凌晨？但是这里面有音效和画面变形预设，可能要说的久一点，也是因为最近时间不太充分。这次我们就来讲一个关于平常很少用的关键帧效果的小片段。另一个闪回我后续找一下棱镜的预设，咱们多说说，然后也正好来个收尾。我们现在来看今天要说的片段。有些时候，不起眼的小事，反而是破案的关键。警察间，声音先入，给切换场景做铺垫。声音先入虽然大家都听过，但是在剧情片里真的很带情绪，增加连贯性。说是意外。冷暖色调的区分，说明场景已经转到回忆的画面。特写有音效袭来，说明要有效果出现了。他爸爸就把车子拿去报废了。就这么一闪而过，我们看一遍，可能看不出除了放大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不同的地方。不起眼的小事，反而是破案的关键。警察结案说是意外，他爸爸就把车子拿去报废了。其实这个不是普通的单个画面的关键帧放大，而是一个画面向另一个画面靠拢，最后形成一个放大的画面。我们逐帧来看一下。这儿开始有重影，思考这儿做了什么。虚实结合成一个放大的画面了。再看一遍，说是意外。是不是有一层内部的画面好像在增长，是吧？当你逐帧去播放，再加上我们之前讲过的重影效果，就很容易解决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关键帧，我们把它分成2个部分来看。既然有重影，就是要复制一层，但是怎么让另一个画面追着那个画面增长，然后重合呢？我们来实操一下，随便找一个画面，就这个刀。复制一层，放大我们复制的画面，调节透明度来制造重影效果。现在看是不是上面的这一层画面大，而原片中是一层画面朝着放大的那层继续放大，最后合成一个放大的画面。那么我们怎么来实现这样的效果呢？仔细想想，是不是接下来只要把下面一层没放大的画面给它做和上面放大的这一层同样缩放程度的关键帧就行，这样就解决了。他爸爸就把车子，如果仔细一点，把上一层的也可以做逐渐的这样的效果，反正就1-2帧，视觉上不会有太多细节变化，就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他爸爸就把车子拿去报废了。他爸爸就把车子拿去。好，这个小技巧就讲完了。可能这种简单的关键帧效果你也会啊，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其实说到底还是信息差。而我做这个系列的初衷也是把剧中值得说的剪辑技法拿出来分析实操，片子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效果也是我逐帧去看才发现的，并不是我有个片子就想到要做这种效果，也是慢慢积累的。今天把这个小技巧分享出来，也是希望能帮到不知道这种效果的人理清思路，得到运用。
就像我起初分享改别人短剧的那几期是用达芬奇操作的，也经常被质问说什么专业剪辑师不用达芬奇剪啊什么，也挺有意思的。我的本职工作不是剪辑，我分享认为有用的点，大家还是辩证着看吧，选择性的吸收。我们下期见。